好，大家好，哎呀，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我们五一看房的现场直播。那在介绍房子之前呢，我先自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熟悉我，我叫 Lily，我现在是金融街地产的 full time 的地产经纪。那我从事这个地产行业呢，已经大概有投资的经验，已经有十几20年，从中国到加拿大。那 full time 的作为成为这个地产经纪人，大概有6年。那我也成功的帮自己，还有帮助很多客户哈，都投资选到一些非常优质的这些物业，所以我有很多的投资理念和经验。那我的服务宗旨呢，就是您的满意，我的承诺希望有机会和线下线上的朋友，以后我可以有机会给你们提供到我最优质、最专业的服务。好，那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物业非常漂亮的这个物业。好，镜头请跟着我来。好，当当当当，非常漂亮的、超级无敌的风景 condo 我们是大概是高层33层今天呢，稍微天气不是太好，如果天气好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以后就是哇。这个风景是非常漂亮的。第一次我来到这个单元的时候，我真的是被惊艳到，因为真的太漂亮了。作为我们就是长期居住在 house 里面的这个住户的话，这种风景真的是不太容易看到，除非你要花钱到 CN Tower 去，或者你有幸有这个朋友住在高层的这个 condo 里面，邀请你到家做客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否则的话，你看，这种风景是很难得的。我们的屋主，我真的很羡慕他，真的很幸福。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他都会看到这么优美的风景。然后这边是东向，每天早上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他都伴随着这种沐浴着阳光，整个一天，所以真的是非常侠义，非常好的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非常漂亮。那我们这套呢，是属于东南向，这边是南这边是南向。这边是这个东向。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房子呢，大概是33层楼，我们是2房2卫，这个928平方尺的一个 condo 这个面积在 condo 中间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面积，非常适合你居住。然后我们有 locker，我们有车位，该有 condo 该有的东西我们都具备了。而且呢，我们这个2个房间是分别在两边，2个洗手间。等一下呢，我就带大家来具体的先参观一下。来，请摄影师镜头跟着我。这个呢是大楼的这个进门入口。入口一进来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户型真的是非常好，几乎达到100%的利用空间，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空间。一进门以后，右边就是我们的次卧。次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层高是非常高的，9尺的层高，而且我们有个特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房间的平顶是几乎全是平的平的，不像有很多 condo 的话，因为它的设计的问题，它要走管道，所以经常会出现的在房间里面，它会周边都很多这个管道的这个通风管道，所以这个平顶不一定全是平的。那我们这个房间是整整平平的一个顶。正面窗这面我们是朝南向，朝南向，然后几乎你可以看到这个窗户是非常大的，几乎是落地窗，所以这个光线是非常明亮的。这边有一个 closet，size 算是中等 size 的 closet 吧。然后这个房间呢，我的屋主呢，他把它设计为这个书房。然后我的 owner 呢，我的这个屋主呢，他是非常擅长于对这个电脑的组装，所以他储存了很多这个电脑的设备吧。我是不太懂，但是据懂的这个专家对电脑很有研究的专家的话，会觉得哇，这真的蛮厉害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工作室。那跟着我们来看看外面。
这是一个 closet 一般的 closet 呢只是简单挂挂衣服比较小，但是我们的 size 呢是非常大的，其实它就可以像一个储藏间或者说是 den 也可以，它里面可以储藏很多的物品，也可以挂衣服。好，往前面走一点点，这边就是洗手间。我们的洗手间呢，采用的这个设计呢，就是简洁高雅，就是简约风。洗手间的里面呢，右边是我们的洗衣机 dryer 干衣机。它放在这里面就有效的避免占用了外面的一些空间。这边呢是站立式的 shower 洗澡的。好，来，我带大家看看主卧。好，走进主卧来，主卧的面积是比较大的，主卧的面积差不多将近14个平方米，14个平方米。那我们看到这一面的窗几乎是全部一面的是落地窗，所以光亮是没有一点问题的，非常光亮。只是说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阴，所以呢，效果这大大的影响我们这个效果。好，也有看到哈，我们这个主卧的话，也是没有像其他的这个房子上面有很多的管道走这个给管道的一个走管道的，这边全是平的，只是在这边一点点哈，因为毕竟要走管道嘛，所以我们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巧妙了。好，这边一看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我们的主卧是有2个 closet，这个是中等 size， 这个是比较大的 size。这样的话就有效的把这个女主人跟男主人的这个衣物都分开然后也比较有效的存放一些东西。然后这边呢有看到是洗手间，我们的主卧里面有套的一个洗手间，里面有浴缸、洗澡，也是属于这个洗手间的面积呢也是中等 size， 不会你进去以后不会觉得很小。好，现在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厨房，你们有没有看到厨房？这个厨房呢，相当于是非常是空间比较大的，而且是 open 的 size。一般大家知道，在 condo 的话，因为 condo 总的面积就不会太大，所以呢，很多 condo 里面的厨房是真的太小了，真的不够这个女主人的使用。像我们这个厨房空间非常大，真的女主人在这里可以就是尽量的展开你的才能去烹调一桌美味的食物，而且女主人在这里做饭的时候，回头还可以看到这边的超级无敌的美景，所以这个心情喜悦，做出来的饭，我想这一顿晚餐一定是带着浓浓的爱意和满满的喜悦的一顿晚餐。好，我想这个，因为我也是妈妈，我也是女主人，所以我非常知道这个厨房大的 size 厨房是真的是我们所需要和喜爱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厅，这个大厅呢是我们这个房间是最有特色的，它非常大的空间，方方正正的一个空间，整个大厅大概有21个平方米而且你看两面全是落地玻璃的这个设备然后所以采光方面非常的好。那我们来先看看这面，这面是朝南朝南，外面呢可以那个摄像头可以稍稍的拉近一点，让大家线上观众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边是朝南，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远处的是可以看到一点点湖景的。那面前呢有2栋楼2栋楼，这也是 Concord 的这2栋的新楼，也是大家非常喜爱 popular 的2栋楼
然后虽然挡住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还好，并没有挡住我们所有的视线这一方。下面呢是高速401，那你所以上高速是非常快速，可能开车不到2分钟就可以上到高速。和404那边是404，来，我们来看看这边，这边是东向。东向这一面呢，是真的是一览无遗，没有任何的遮挡一望无际。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漂亮。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还是冬天你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真的超级无敌的这个景观。好，那现在我跟大家介绍前面呢一栋那个就是大概有7、8层楼的一个这个 building， 这个是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所以这个医院离我们也很近非常方便。那下面呢是 IKEA 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的里面的话你可以买到自己所有家里面所有用到的这些家具用具生活用品，非常的方便。那我们这边走路过去走路步行不超过10分钟。好，现在呢就请我们的摄影师在外面去跟大家慢慢的让大家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好，可能大家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哇，这么漂亮的这个单元到底坐落在哪里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地址呢，我们大概的方位呢是在北约克，属于北威这个 Bayview Village 的这个社区里面。那我们的地址呢是121号，叫 McMahon Drive 这个地方。那它是在 Shepherd 以南。然后在 Leslie 的以西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呢非常好，属于闹中取静的一个位置，因为它的交通也很方便，但是呢又不是属于像真的正处在这个 Shepherd 的道路上，还有一点嘈杂拥挤，但是它是在 Shepherd 的以南一点点，所以呢我们是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离地铁站也非常近。我们这个地方有在 Shepherd 上有2个地铁站。一个地铁站叫 Basseron， 你可能步行的话455米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地铁站。那还有一个地铁站是 Leslie 的 Subway 地铁站，那你走过去步行的话也大概就是650米可以走到这个地铁站。那我们还有一个 GO Tree Station， 大概在那个位置 Ori 的 GO Tree Station 步行过去也不会超过600米，所以这个地方交通非常方便，无论你开车与不开车你往东南北西走的话，你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区域。那这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开发商这个开发商是我们蛮有名实力非常雄厚的 Concord。那大家都知道 Concord 在这几年真的是在多伦多算是成为了一个明星的这个开发商，他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几乎在这个 Shepherd 的这一条路上，大片的这个 condo 的社区都是 Concord 建的。然后包括这现在已经建好这2栋，和这个未来马上2、3年以后要交房的叫这个 Kings Landing 有3期都是 Concord 的楼盘，而且它现在以
这个高档豪华而著称。那它在 downtown 的话，整个一个湖边 ，Bathurst 那边湖边一大片的地都是它这个储存的，所以这个开发商的实力是非常雄厚，而且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大楼它是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那我们这个楼呢，有很多配套设施，因为呢是现在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没办法带大家亲临现场去看。那呢，我就以这个照片的形式来大概秀给大家看一看，看看我们这栋楼的一些配套设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它的配套设施是非常豪华的、高档的。好，请个摄影师切换一下镜头。我们在这栋大楼呢，也有免费的这个 shuttle bus 去到这个地铁站，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可能疫情的关系吧，所以就暂时停了。好，第一个图片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是 Bayview Village Shopping Center。喜欢 shopping 的人，肯定都对这里很熟。它是一个这个社区 Bayview 的社区，Bayview Village 社区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地标，属于高档次的一个购物中心。它的环境非常优雅，集合了很多高档的时装店，还有专卖店。这个属于比较高档的商业中心。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开车也不用5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 shopping mall。那这里呢是这个Canadian Tire，这个是 IKEA。IKEA 大概我们步行不用5分钟就可以走在下面，走到那儿去刚才已经介绍 IKEA 是很多家具日常用品应有俱有，你可以到那儿去一次都采购。这个呢是 Canadian Tire， 离我们这儿走路步行也不用5分钟，非常方便。你在里面可以买到很多这些对房屋一些维护的一些材料或者建造房屋的一些原材料。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楼的外形你看看非常漂亮，而且方方正正的大楼。这栋大楼的所有的户型几乎都是方正的，真的是我们华人所喜爱的。而且它在这个建筑呢也比较特别，它在旁边有一些非常漂亮美丽的这个图画看起来真的好像是具有一些中国的色彩。这个大楼一共是34层。我们这大楼呢有自己的社区，跟旁边有2栋楼之间不是说靠得非常近，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社区。然后除了地下有大量的 parking 外，我们地面上也有 parking。那经常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些在这里的住户带着小孩或者带着小狗狗去散步，非常侠义。这里呢就是一个供小孩子游玩的这个区域，所以我说这里是闹中取静，交通又非常方便，但是呢又有自己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小区的区域。这是我们大楼的入口。这是大厅属于典雅、高档、简洁。这是大厅。这是我们的健身房健身房的 size 呢也是比较大的，而且里面的器具这些都比较齐备。有跑步机，而且你在这旁边都是窗户，你在运动的同时也可以欣赏户外的这些风景。这个有泡澡的 well pool， 它有室内和室外，这是室内的，这是室外的。你运动完了以后冲个澡，然后可以泡一泡，然后休闲。这个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区域。然后我们大楼还有屋顶的一个garden，然后还有barbecue，然后还有洗车的 car wash，然后以前还有这个pet spa。
好，这个呢，我大概给介绍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一个大概户型啊。刚才我们走了一圈，现在呢让大家再回顾一下。进门了以后，右边是一个卧室，然后直走2个卧室分别在两边，然后厨房是 L 型的，然后这个阳台啊是东南向的全玻璃的建筑。啊，这个就是我们美景，看这个天气好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好，这个呢是一个房子的一个基本资料哈。啊，我们的楼层是三层，然后2个洗手间，现在我们的叫价是76.99万。那我们的地税呢，2020年的时候，我一年的费用是2608块7毛1。啊，然后我们的管理费是700，包括了这个 gas，包括了 heating，包括了这个水，还有大楼的这个 insurance 外，不包电，其他的都包，还有 parking 跟 knocker。那我们的 size 是928 square feet，相当于87个平方米，然后还有一个将近12.3平方米的大阳台。好，现在大家就介绍这个 facility，大概介绍一下。那现在就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社区。那我们这个 condo 呢所处的这个社区呢是 Bayview 的 Village 社区。如果知道的人他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它的范围呢是从 Finch 以南，然后稍稍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一下。它在奋起以南，然后从 Bayview 以西，然后Bayview 以东和 Leslie 以西，然后401以北这一块区域。如果大家可以 Google 地图上的话，我们可以从地图上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社区哈是它的自然风景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它有一条小河叫 Down River，几乎是从北一直贯穿到南。然后这个社区里面还有4个大大小小的这个 park，它的绿化面积我觉得至少不低于1/3的区域。那虽然跟我们旁边这个 Willowdale 来整个社区比，虽然 Willowdale 的社区呢房价各个方面会比我们高，但是如果说从居住的自然环境的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远远这个环境超过了 Willowdale。因为我们的这个居住的密度不大，绿化的密度面积大概占据了1/3哈，所以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优美的。然后这边居住的人群呢，也是属于就是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是高教育背景的人群。然后在这边这个社区居住的人群都是生活非常稳定，而且是属于这个职业各个工作方面都是比较high class 的人群。那这个社区收入哈，这些人群的收入大概应该都超过了15万以上整个 family 的收入超过了其他的社区。那再加上我们非常有优越的这个地理位置Shepherd 这条线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铁站有个整个 subway 一直从央一直贯穿到 Don Mills， 以后还会延伸到这个东边。然后在这个区域内的话，然后华人的配套设施也非常多，然后这个有阳光超市。然后从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我们要开车不用超过10分钟，可以去到4家华人超市所以呢这个区域呢，所以非常的方便，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移民的这些人，就是他们首选之一。然后所以在这个整个社区，华人的几乎占了超过了1%的比例。然后随着这个社区这个发展哈，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越的这个吸引了很多购房者的眼球因为它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和这个
非常美丽一个自然环境，还有它很优雅的小区的一个设计，还有一些非常发达的这些生活设施，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购房者哈，他们都希望 move 到这个社区来居住啊。然后呢，也非常适合这个年轻人，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再打理更多 house work 的人，他们想 downsize 啊，这也是非常吸引他们来居住一个地方。因为在整个社区的话，这边的独立房都非常的贵，不管是freehold 的 townhouse 也好，或者半独立房，他们的价格都非常的昂贵啊。那我们这个房子才70多万，那你又可以居住在这么好的一个区域内，然后又住到这么大个 size，这么漂亮又有着这么好的风景的这个 condo 里面，才70多万，真的是物有所值，非常的有它的吸引力。那下面呢，我来看看这个价格。对价格呢，我们做一点点这个分析和研究。那大家知道，近几年 condo 市场随着这个市场 condo 的价格逐渐增加了不少。那大概从平均下来哈，过去的10年，大概我觉得北约克的这个 condo 的市场也差不多每一年超过了10%的一个增长幅度。那现在的话，因为除了现在是疫情的影响，使我们的 condo 呢稍稍受了一点影响，否则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分析一下现在condo 新房的一些价格，在我们的 downtown， 大家都知道 downtown 的这个价格非常高了。新房的话，新的这个楼花出来，从单价此价从1300一直到1500，甚至有的还达到了1800，有一些盘的尾盘小一点的户型已经达到了1800一个平方尺啊。即使在 Middletown 的这个新的这个楼花出来，它的此价也达到了1200到1300啊。北约克、央街和 Shepherd、Finch 的也达到了1300啊，甚至我们的Richmond Hill 或者 Richmond Hill 的是大概单价在900多一个平方尺。那在旺市的话，这个新的这个楼花出来，它的此价也达到了1000到1100块平方尺。Festival 大家非常熟悉 ，Festival 销售的还非常好，它的此价已经超过了1100啊。即使在石家堡区内的话，它的新房的这个此价哈，新的这个 condo 的楼花的此价也达到差不多900。那最近出来的那个 Etobicoke 它的这个楼花的价格此价也达到了900多啊。现在甚至是这个 Mississauga 这些区域都达到了900多。为什么呢？因为说明这个 condo 哈，真的是受众的人群真的是很多，需求是逐渐在增加，然后再加上这个开发商，然后这个原材料的增加，政府要征收的这费用的增加，所以导致现在这些新的房的这些成本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呢，你比较一下这些新房的价格，我们这个房子的价格除掉车位以外，还不到800块钱一个平方尺，才700多，不到800的一个平方尺。所以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个价位是非常有吸引力，而且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适合这个小家庭的居住。因为我们900多尺的平方米，完全是足够一个小家庭居住的。那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关心到出租这个租金的问题哈。这个地方租金呢，我现在很高兴告诉大家，这一栋楼现在都没有两房的在出租，因为它一有房子出来就租得非常的快。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哈，它这个基本上从去年到今年，它的租金的幅度呢，价格并不是说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不像在downtown，因为这疫情留学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只是downtown或者是其他地方，这个 condo 的租金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这几栋楼真的影响还不算太大。那下面呢，我可以给大家把这个截屏切到一个资料，我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数据，一个是2019年的租金的情况，一个是2020年的一个租金的情况。
这个是2019年的，可以看到我选择的都是这一栋楼，只是在这一栋楼两房的900多尺到1000尺之类的哈，两房的这个价格大家看了一下，这边也08的户型也比较多。那在2019年去年的时候，这个租金大概的均价应该是大概2600低一点的有低一点的，然后到2800的都有。然后这是2020年，今年的今年的话也有几栋楼出来。那最近10月份，出租的一套物业呢，是3608，它仍然在10月份10月12号，它仍然可以租到2600，而且在市场上22天就租掉了。所以说看到它今年的这个大概的这个租价是出租的价格的话，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大概均价也在2600。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属于很多是比较家庭稳定的家庭住在这里，所以它在受这个波动的话，不会影响不是太大。那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做太多的一个解释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房子，再回顾一下我们房子有5大的亮点。那第一个亮点，当然了，超级无敌的这个景观哈，这种景观真的是很难得拥有的你拥有了它，真的是对你的身心也好，家庭也好，都会增添不可就是无价的，这个是价值无限的。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闹中取静，四通八达。然后李嘉诚曾经说过，你要投资物业，一定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户型够大，900多尺，而且是2房2卫。然后户型是方方正正，几乎没有任何浪费，达到了使用率100%的使用率。我们的还有一点亮点就是我们的朝向东南朝向双面采光，东南方向是最好的这个朝向，也是我们华人的最爱的。然后第5个亮点呢，当然就回到我们的价格，性价比极高70多万，900多尺的一个物业，而且带着这么漂亮这个美景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单价才700多尺。总之，我觉得2个字可以形容这个单元这个物业：完美，你值得拥有。最后呢，就是我想回答一些问题，可能是多数人经常会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屋主为什么会卖呢？那我的屋主呢，他们是年轻的小家庭住在这里非常快乐，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要经常想是说过来看看2个可爱的外孙女儿，那所以爷爷奶奶来了以后呢，可能这个空间呢就不够住，所以他们现在想 upsize 这就是他们想准备出售房子的原因第二个问题呢，很多这个客户朋友也问着我，丽丽，到底现在是买 condo 好呢，还是买 freehold 的这些房子好呢？其实我的回答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物业。如果你现在是有足够的当配，也有足够的这个贷款的能力，那可以你去买100多万以上的 house， 这个是你的首选但是呢，作为这个房子作为一些 first buyer 年轻的人，或者作为父母想给他的小孩在置物业的这种，或者是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的话，他的预算不是那么高，70多万，真的70多万你能买到什么呢？就算在这个北约克区域的话，我想70多万你可能很难选得到人，除了 condo，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选的。所以呢，这个 condo 呢仍然是属于就是有它的受众群。当你的这个预算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的话，那当然 condo 仍然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也有朋友问我，现在 condo 的市场不好，好像 condo 市场已经被crash 了，那还能买吗？
其实我是觉得哈，现在怎么说？我们经常会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去追涨不买跌。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刚刚是反的。我们应该去跌的时候，我们去选一些好的、有价值的物业，然后追涨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冷静，比较冷静的去看看一些涨幅最快的这些物业。所以呢，最好是买跌不追涨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朋友也是关心的，这个 condo 的未来的市场会怎么样？其实我的看法，我对这个 condo 的市场一直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很简单，物业涨不涨，其实就是取决于它的需求和供给的这个关系啊。我们来看看这个 condo 的需求，它毕竟是在100万以下，一房的大概是50多万到100万之间，这个之间的这个价位是非常受众群是非常非常大的。好，而且还有它会增加，有3个方面会增加，不断在增加它的需求量。第一个，年轻人作为这些，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的小孩啊，大学了，他马上就快毕业了。那毕业以后几年以后出来，他一定要买他的第一套房。那第一套房首选呢肯定是 condo，所以很多像年轻人，他即将步入社会，有了工作，他们的需求可能首选都是 condo，所以这个需求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好，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会逐渐增加，就是downsize的老年人，当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卖掉他们的 house 以后，他们希望都会搬进一个漂亮的 condo 里面来，所以这个需求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啊。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就是留学生留学生，因为我帮助很多留学生买房，大概在留学生买房的中间，我可以说80%的留学生他第一首选买的物业是 condo。啊，那20%可能是会买一些townhouse 或者是独立房，但是80%的他们的购买的第一个选择是这个 condo，所以这是一个需求量在不断增加的。还有呢，就是对第四个需求量，对于投资者，毕竟这个物业 condo 的总价还是会低于独立房 house。如果你去投资 house 的话，house 的费用每个月的费用是非常高，但是除非你把 house 隔成 rooming house，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 cover 所有的费用。但是投资我们的 condo 仍然是有可能 cover 这个费用的，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投资者的第一个选择。所以综述上述的几个这个需求，我觉得 condo 的需求量在未来是会越来越大的反而会高于这个 house 的需求量。house 的需求量呢，因为像我有个 house，但是我不可能再去买一个 house 去居住，我除非是投资。所以在这个成人这个 house 这个 family 已经成熟的家庭中，它 house 只是翻手而已，但是它真正的增加的量呢，除非是新移民所以呢，比较起来，我觉得对 condo 未来的需求量增加这个比例会大过于对 house 的需求量，所以我对这个 condo 的未来市场是非常看好的。现在呢，就是看看直播间，哎，主持人你好，你看看直播间还有没有朋友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的？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丽丽的精彩讲解。那我们在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抛到公屏上来，然后我们来为您解答一下。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这个房子的房龄是多少呀？对，这房子建于2014年建好的开发商是 Concord。好的，谢谢。那网友问，那物业费和税是多少呢？物业管理费是700，然后包气、包水、包大楼的 insurance、包 parking、包 locker，除了电不包，其他都包700块。那还有地税。然后地税是2608，2020年的地税。好的，谢谢。那请问一下，这边的物业的那个出租对象是哪些人群啊？好，这栋楼的话，我觉得它
大部分的是 owner 自住的哈，那一些出租的对象就是在这个附近比较工作稳定的一个就是白领阶层吧，一个家庭，然后也有些留学生来居住，因为我经常帮留学生租房。这栋楼还有包括这边的2栋楼，一个是这个叫我们这栋楼叫 Tango，另外2栋楼，一个是 Omega，还有一个是 Opas 吧。对，这几栋楼都是很多留学生比较青睐的这个大楼，因为留学生他们喜欢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大楼啊，所以住在这里的话，其实它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位置交通非常方便。那你在东边工作的、北边工作的、南边工作的或者西边工作，甚至downtown工作的人都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好，谢谢。那请问怎么联系您呢？对，然后这个屏幕上我会把我的电话、名片和这个二维码、微信二维码放在这个屏幕上，然后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我微信或者打我电话与我联系，然后我再给到你们更具体的一些信息和分析。好的，那非常感谢。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各个看房群内呢已经公布了这套房子的具体详情链接，还有同时我们的 Lily 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感兴趣，那么欢迎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讲解经纪。谢谢，谢谢您今天的精彩讲解。好的，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周末参加这个open house 线上 open house，祝大家新年快乐，圣诞快乐，and 2021年发顺，多保重，谢谢。